新农场企业翔腾企业高价收购你的纸。本频道由 Rhino 现代战场场地提供。美发多暴击 ，BD 暴击 ，BB 弹。好想破千赞啊！前阵子我有拿到一个我一直以来很想要的零件，相信有玩狙击枪朋友应该都知道Marui G-Spec 这把枪吧？那这把枪呢，它的主要特点呢，第一个机密度非常的高，二呢就是它声音非常的小声。那为什么会小声呢？我拿这支给他看，我不知道镜头看不看得到啦。这边里面会看到一个白色的一个头，那把它拉出来之后呢，可以看到这边里面会有一个突出物哦，那个就是它的空气刹车的其中一个部分。再来呢，大家也知道气缸里面的活塞头有偶令，那你打出去的时候，它会透过里面的一些小孔，空气灌进去，把偶令膨胀。膨胀之外呢，它就会增加它的阻力，再加上前面有这个头，也就是造成它里面会多了一段空气刹车效果。那它打出去不会有那种很大声的声音出来哦，示范给大家看。一般狙击枪的声音就是这么大声。给大家听一下，还蛮大声的吧？那我们也知道嘛，狙击枪它除了要准之外呢，其实就是它声音越小越好，希望可以小到敌人都听不见你的枪声。毕竟我们是一拉一打，所以狙击手的风险会比较大。既然呢，我们就拿到这个心脏了啊。对，说到这个 G-Spec， 我这次应该不是拿到 G-Spec， 但是它的心脏跟 G-Spec 一样，因为 G-Spec 我记得是银色的外观，那这应该是Marui One的，但是 One 也是有空气刹车的效果，所以无所谓，我们就直接改给大家看。好 ，Go。首先呢，就把这个拆掉，可以看得出来吧，这把枪经历过多少的风霜岁月。那么现在就把它换新灵魂上去。那因为这次是要换灵魂哦，所以就只是把这个做一个兑换，那一样全拆掉，它拆下来会比较方便。如果你不想让你枪受伤比较严重的话，建议是这样子做。那我们一样继续把它全拆。OK， 就可以拉出来了。好，再把这个新灵魂装进去。装之前先把这个移植到新的这个心脏上面。那拆的时候注意一下，它里面有这个弹簧，不要让它弹掉。我觉得这个灯光不够，我先把后面的维修灯打开。OK， 维修灯打开亮多了，然后这样比较舒服一点。再换上这个新心脏的位置，涂进去。不合规，不合规啊！没关系，我再找一下有没有其他合规的东西。我在我的那个成年的零件箱里面又找到一个，读看合不合规。合规了，好险啊！终于有一个合规，要不然就不用玩了。OK， 那这样合规呢，我们就把它装上去。就装的时候要注意一下它的方向哦，如果方向错了，它整个装就怪怪的哦。这个这样子。OK， 那基本上这个锁的差不多，它可以正常使用活动就好。那接下来我们就是把它装到这个心脏上面来。装身体喽，三铁的部分上去。好，来看看，超轻的，有没有？有没有听到这声音？这声音就是超级细、超级小声的。这个就是空气刹车的声音，超小声的。OK， 之后呢，接下来就是 HUP 部分了，把它拆掉。会出来的。整管就让它这样子啊，反正这个管我也要换掉的啦，换比较好一点的管，让它好操作。来哦，以前的重出江湖咯，想不到我竟然还会再把它拿出来重新使用。我又拿之前装那个 AAP01上面的这个狂派50度的皮，毕竟它这个原厂出数也不到100，用50度应该算是刚刚好，那我们就给它装上去吧。对准了，不要让它跑掉，气密给它做好。
基本上大致上就是这样完成了啦。那我们听一下它的声音，哦，很小声，超小声的，就可能我现在影片剪辑出来的话，你可能会听到声音也是跟刚刚的那个声音是差不多大的，但是音频非常的沉稳。实际上你感受来听的话，就知道我在讲什么了。那我们接下来上下结合。便宜的外观，超贵的心脏，然后初速变更低。好的，那这个它装完430管之后呢，那我们就去测试看看它的初速有没有提升，之后再试看看它的远距离效果如何。Go， 对吧？81、78，有切到787、80，有削到803。那我们现在先这边15公尺的那个红心的这个靶道来测试一下改装之后它的弹道以及它的集中度怎么样。那我们这次呢有用 Aztec 提供的这个电子归零靶，这边的话先介绍一下它的功能性。今天跟大家介绍 Aztec 新产品 Alignment Gen 无线归零靶，此产品拥有 Type C 充电、内附 Type C 充电线以及其他固定螺丝等零件，靶圈间隔为0.5公分，共有9格，让使用者归零时有更精准的参考。左边、右边、下面都有相机脚下螺丝安装孔，让使用者更方便固定。内附准照，让使用者固定位置时方便校准射击区以及靶区方向。开启开关后，可透过 WiFi 连接手机远端操控以及设定。官方资料最远感应距离为50公尺，连发感应极限值为25发每秒。想了解更多此产品有关消息，欢迎来 RST 红心洽询。好，那介绍完之后，我们接下来就直接测给大家看啊。另外跟大家说，原本我是用枫叶皮嘛，然后发现旧了就比较没有那么好用，所以我就直接再换了一个独角兽的60度的皮。那我们现在就开始 ，Ready, 6, 7, 5, 4, 3, 4, 8, 6, 3。因为透过前面的这个 Aztec 归零靶，那我们不用像说之前像走过去前面看一下它的弹着点怎么样。那这边可以看很清楚，它的弹着点度在这边。那它每一个分隔呢，就是0.5公分的，所以它的密度比较好计算。那这个实发的弹着点以及顺序呢，都在这边。室内测完了，我们接下来就去室外看它这一个在更远的距离，它可不可以打得到，以及这个电子归零靶它可不可以接收得到那么远距离。好，那我们就 Go。好，我们现在来到犀牛的靶道区，然后我们一样用 BD 的.32的 BB 弹，跟大家这边讲一下，我今天在靶道线归零测试的时候，发现马路原本的初速的话，它比较不适合用60度的皮，建议大家还是用50度的皮，因为60度太硬了，会造成它气量不足，没有办法把 BB 弹推出去。没关系，那我们就接下来测试，我们先把它放在30公尺左右的地方，然后测试它的距离怎么样，顺便看一下这个 Aztec 的这个靶，它可以接收多远距离。官网是说最多50公尺啊，那没关系，我们今天就来试看看它可以打多远。那我们接下来就直接开始打了。Ready， 好，哦，8, 2, 7, 5, out, 0, out, 2, 0。这个30公尺基本上测试 OK 之后呢，它是可以上靶的，只是上弹的集中度可能没有那么的高，没关系，我们主要是看它可不可以上靶而已。然后顺便测试一下 Aztec 的这个归零靶，还是可以感应得到的。那我们就把它往后推到40公尺，再测试给大家看。Go。OK， 那我们现在已经把它拉到40公尺了。好，我们现在开始 Go。Out, out, out, 6, 2, out, 0, out, 9, 哦哟，9分哦，9分。out。好，那我们现在40公尺是可以打得到的，然后确定感应得到。那我们现在就把它移到50公尺 ，Go。好，我们现在已经把它距离拉到50公尺了，接下来就看这把枪可不可以打得到，再来就是看那边的 Aztec 的归零靶是不是可以感应得到，希望可以啦。OK， 好 ，Go。out。哎呦，打得到哦
只是现在在线外。out, ou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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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伸出来是吧 out, 8, 2, 哦呦 out, ，OK，事实证明是50公尺可以接收得到。那我们挑战一下60公尺，它是不是可以接收得到？然后就看这一枪是不是可以打得到了啊？Go！好，我们现在到60公尺，我觉得趴这个是应该看不太到那个靶长怎么样子，没关系，60公尺，好，看一下它可以接收得到，以及打不打得到。OK， 好，现在真是 Go！我觉得应该打不到了啦。out, 有打到，有打到。 1, 1。还没感应呢。好 ，OK， 远距离测试完了，就回去说它的感想。Go。影片最后呢，跟大家讲一下它的测试心得怎么样哦。就像我刚刚前讲的，它这个我一开始是装50度的 HUB 皮，在直线归零的时候发现，好像弹道没有到那么的理想，所以我就想说啊，那我试看60度的皮好了。装了60度后发现呢，它的硬度比较硬，所以那这个气筒它推出去的那个瞬间的那个爆发力的那个气呢，没办法补足往前推的那个硬度，阻碍会非常大，所以它的弹道相对比较近。那两者取其一呢，如果你是用这个原厂马路易的心脏呢，我建议你还是用50度的皮就比较好。那材质呢，就推荐橡胶材质。那弹重呢，相信老观众都知道，我大部分都是用.32的下距去测的，所以这一支原厂的出速打出去可以打到50公尺、60公尺那边，绝对是没问题的。主要是看最后末端抛物线的位置是不是每次落弹的位置是一样的，这个才是比较偏重点的部分。那今天做这一集呢，主要也是想说，之前那个有个国外有一个玩家呢，他就是不到1焦的出速，然后打破80公尺的距离。我想说，反正狙击枪嘛，那我们也试看看好了。基本上可以这样子玩，皮跟弹就是再选一下。弹重我觉得就是超.32、.36选在那边就好了。皮跟压点的要求我觉得会比较高一点。那后续呢，我在想要不要再把它出速再拉高一点，因为它测下去出速才0.8。如果后续我再玩的话，我会再把它的 HUB 座换成那个直压式的 HUB 座，相信它的弹道会好很多啦。毕竟我这个 HUB 座就是一点土炮的修正方式，让它弹道比较漂亮一点而已。那出速呢有深吗？我觉得没有到那么理想，基本上有跟没有，我觉得是差不多的。有可能是这个心脏它应该是过几年之后不要的，可能里面的弹簧有一点软掉，也不确定。但是这个管拉这么长，就是觉得好出速好像提升的没有到那么理想，所以我想说是不是因为它的气筒本身推出去的量，或者是它的皮有影响到它后面推出去的这个动能？不然照理来说的话，管再拉长一点，至少输出会提升个5到10左右吧。这次没有到那么的理想。那另外呢，在介绍 Aztec 这个电子归零靶呢，我这边跟大家说哦，因为在测试这支的50公尺，第一次我是用50度的皮下去打的时候，弹道可以打得到，没错。但是因为第一次是用 Apple 连的，第二次我是用安卓机连的，安卓机的效果意外的好。但是 Apple 的话，我不知道是我的手机有热档，还是说它的连线就比较没办法吃的那么漂亮。那建议如果要连的话，保险一点哦，我就直接建议安卓机就可以连了。这个的话，问题反映回去之后呢，他们说会再加强里面的 App 的部分。那另外是 Aztec 要我跟大家说的，这款产品一样是有保护，不过你的手枪如果是2焦，在3公尺内打它，又或者是说拿着1焦的枪呢贴着打去做测试，坏掉了 Aztec 就可能没办法帮你做保护的动作，这你就要大家注意了，因为这个毕竟是远距离的归零靶，它也可以承受这样子的焦耳数跟距离，但是依照保护这款产品的关系希望大家不要用这种破坏测试的方式去玩拉一点距离去测它，这个才是它主要目的。那你破坏方式去玩的话 ，Aztec 会觉得你这样太故意了吧？就是我说这样子虽然打不坏，但是你这样子一直测，如果你这样子测也
真的有点太故意了。另外呢，就是说它的这个可以测弹的数量呢，以 auto 来说，那它抓的话呢，就是平均1秒25发的枪，所以这边大家也是再注意一下。好，应该就差不多这样子啦。那后续如果再把这支枪再进化的话，我再另外拍部影片给大家看。我觉得这还蛮有趣，可玩性非常高。如果反正我这把也没有要打多重的出速，我这把只是想说，我近距离可以打，然后又可以让它打远一点。我后面会让它的弹簧跟里面的3点再重新去整理一下。好，那影片差不多是这样子。那今天影片就到这边。那喜欢这部影片的话，记得订阅、开启小铃铛、选择全部通知、按赞以及分享。如果你有任何讯息想要私我的话呢，可以追踪我的 IG 以及 FB。那如果你要参加秀香这个系列的话呢，也欢迎到 IG 以及 FB 私讯我。那如果你想要小额赞助的话呢，麻烦那个超级留言点一下，会解锁片尾的小影片。好，就这样子。那我是万哥，我们下期见了，拜拜。